打开通往三星堆的大门，近距离感受造型奇特、精美绝伦的青铜器、玉器、陶器，见证古蜀文明的辉煌。上海三星堆金沙文物展，一定要来！金面具激发青铜人头像，高48.1厘米，宽22厘米，于2021年从三星堆遗址出土，是出土的70件青铜人头像中唯一黄金完全贴附头像的文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件头像脑后的小方孔，正是通过这种2次铸接工艺将发基与头像连接，体现了古三星堆人高超的铸造技艺与智慧。可惜失落的发基未找到，但是本次展览是这座头像的首秀。这件1986年出土的金面具变发青铜人头像，相比之前那座前额较高，头型为平顶，头发后梳并垂遍于脑后，头部尺寸较前一座略小。古蜀人以黄金为尊，在那个神权与君权合一的时代，黄金作为统治阶层的象征，只有贵族才能用。有人认为，姬发代表掌握神权的祭祀阶层，变发则代表掌握世俗权力的首领。那三星堆国家可能有2大集团分权而治。这2座 C 位头像开启了本次三星堆和金沙文明的展览序幕。让我们一起来浅探三星堆的文明。眼崇拜，形式各异的抽象化眼形器，体现了三星堆青铜文明中对眼睛的崇拜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，与原始巫术息息相关。蚕丛式纵目，纵目就是树生之目，远眺千里。蜀字的演变一直是以目为顶，蜀先称王，有蜀侯蚕丛，其目纵，因此蜀中之目正是蜀王蚕丛的眼睛。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，双眼球呈柱状外凸，向前伸出10厘米，双耳向两侧展开，额柱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。夔龙头与鼻梁衔接，尾高高竖起。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被认为与神话中人首蛇身、直目正成的天神烛龙有关。在《山海经》中，烛龙被认为是创世大神，或者说是主宰时间的神。他眼睛一睁一闭，刚好是一天，是远古时代人类最早的时间单位。在古蜀先民看来，太阳早出晚归，由神鸟背负。天黑以后，神鸟和太阳都要有一个地方休息，那就是神树，这就是太阳崇拜。山海经海外东经曰：汤谷上有扶桑，10日所遇，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，9日居下之，1日居上之。三星堆出土的桐树，就是栖息神鸟的扶桑和若木。世界最大的青铜器，高约4米的1号神树，经过8年才完整修复，而其余7座毁坏严重。这座2号青铜神树残存部分2米，10几年里才修复了一半。圆形的底盘，3个方向各跪一小人，双手向前，可能拿着东西，像是在祭祀。2号神树形态可能与1号相似，上面有树枝、树干，应该是用来挂鸟和铃铛等事物的。太阳崇拜通过神树完成，神树上站着9只鸟，鸟联系神性，而这种神性也关系着人类对太阳的崇拜。在成都三星堆博物馆里有太阳鸟金箔，上面的图形是环绕太阳一周飞翔着4只太阳鸟，常常被称作神鸟绕日。青铜太阳轮形器似乎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说法，至于真实含义至今仍众说纷纭。身上有水滴状的鳞片，双耳独角大嘴，身长1.2米，像蚕又像龙，这就是明星器物猪鼻龙。考古专家猜测，中空的猪鼻龙形器很可能是古蜀人的建筑构件。面具崇拜。2021年出土的青铜大面具人是最大的青铜人像，青铜面具宽131厘米，高71厘米，深66厘米，
重131斤，其宽以广额，面庞夸张，眉、眼、鼻、唇、耳等线条流畅，棱角分明，皆突出于面部，粗长眉作扬起状。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正中有方形穿孔，可能是用于固定用途。高大威严，睥睨众生，是三星堆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。除青铜大面具外，金面具也是亮点。薄如蚕翼、闪亮夺目的金面具和金沙出土的金面具很相似，重50克，它应该也是在青铜人头像上，只是脱落了。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多是在青铜人头像上贴有金箔的面具，很多已经破碎残损，像这样完整的难能可贵。权杖象征王权、神权和财富的三位一体。无论是金面罩还是金权杖，更接近西亚文明，可能是吸收了西亚的文明改造创新而成。这条青铜权杖顶部的龙头则更像山羊，有长长的胡须，有人认为应该定名为神羊。青铜立人大神兽是三星堆出土的神兽中最大的一只，重达300斤。侧面看，神兽从嘴到尾有1米长，腰部塌陷，四肢粗壮，周身都带有云纹、火纹、鳞纹。正面看，大口、立耳、卷发、细腰、长尾、小粗腿，犄角上还站了一个人。仔细看，立人下面还有一个小人，据说小人还抱着一个小人。更拍案叫绝的是，这件器物还有一个组件——顶尊人像。人像躯干挺直，双臂平举于身前，双手合握，双腿成跪。人头顶还顶有盛着祭祀贡品的青铜尊，层层叠叠，前赴后继。立人和顶尊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真是耐人寻味。虽然这件器物叫青铜虎头龙身像，可是它的头兽形、虎耳，有长角，口角有须，实际上就是一个龙头的形象了，甚至与元代的玉龙形象也较为接近了。牙璋是一种带刃的利器，底部两侧有突出的除牙，下部为长方形，上段为刃。之前的猪鼻龙、神树底座的小人，都有牙璋的影子。牙璋的作用，目前的说法是祭祀山川，而牙璋上的图案我实在怎样也看不出。同样看不出图案的还有这件玉琮。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玉器，唯这件石节玉器特别，除了质地温润，还刻了40个完整的神面。玉琮的每一节代表一个祭坛，所以这代表10个祭坛。这座玉琮因为形制与良渚的玉器更像，也带来了迷思，这相差1000年的文化是如何相遇的呢？西汉古滇国杀人祭筑场面贮备器，这个实际就是个储钱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它要设计得如此血腥，盖子上描绘的是祭祀广场，上有礼仪建筑、器用设置和人物活动。有一铜柱，柱中段盘绕2蛇，顶端立一虎，柱之右侧竖立一牌，一男子之双臂反绑于木牌上。铜柱后方列作妇女4排，每排3至4人，排列齐整。司马迁的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，西汉元丰2年，公元前109年，汉武帝兵发滇国，就在汉武帝的军队灭了滇国的同姓部族。兵临滇国城下时，滇王举国投降，文物随之也埋入地底。而同样用来放钱的另一个神器，就充满着吉祥的含义，以神树为载体，挂满铜钱，所以称为摇钱树。作为东汉的陪葬品，表达了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。送上摇钱树，感谢您坚持看到最后。今天视频内容来自于上海博物馆浦东馆的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，因个人能力有限，不能详述，还望包涵。希望有机会各位能来参观。波浪起伏的外立面，蜿蜒曲折的河流，这既暗合上海这座城市通江达海的特殊性，也象征着上海海纳百川、勇立潮头的精神。
7月份还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，买好机票来亲密接触787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文物吧。